花花不愧是熊猫界的顶流女明星，就连奥运冠军孙颖莎都是她的粉丝。你觉得花花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？我觉得确实还是非常可爱吧，然后我觉得，还是想去看看她吧。然后如果有机会，我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去摸一摸她。果然没有人能抵挡花菊的魅力，不仅是孙颖莎被花花的可爱征服，全红婵、陈芋汐、张雨霏等奥运冠军也同样被花宝鸡迷的五迷三道。超级可爱花花，我特别喜欢成都这个城市，我特别希望能在成都看到花花。而花花之所以会备受粉丝喜爱，绝对与她的个熊魅力脱不开关系。很多人都说，在见到花花之前，一直以为所有大熊猫都长得差不多，直到遇见花花才明白什么是一眼万年。花宝鸡从小就短胖炸毛没脖子，独特的狐狸嘴筒水滴形的黑眼圈，坐在那儿像极了毛茸茸的三角饭团，可以说浑身上下都符合两脚兽审美。不仅如此，花花古灵精怪的性格同样吸引了无数猫粉的喜爱。小时候的霸王花没少欺负小熊友，就连出外场都不忘维护大姐大形象，还是叶子大义灭亲冲过来创翻姐姐，才让被欺压的小熊有了喘息机会。不过当花花发现别熊都在长大，而自己的身高却不及妹妹一半后，自觉不妙的她立马变成软柿子。就算刚包好的笋笋被土匪们抢走，花宝鸡也不会跟小伙伴计较，而是默默低头在寻找其他的笋笋吃，一整个弱小可怜无助的形象。然而当花叶姐妹有了空调房后，网友才通过监控发现她的另一副面孔。因为谭爷爷经常阻止姐妹俩打架，生怕玩闹过程中误伤对方，但每次无聊花花就会去撩拨妹妹，只要叶子反击，他就大声呼唤爷爷，甚至就算是自己把妹妹摁在身下走，他也哼哼唧唧，好像被欺负的是自己。很难不怀疑花花这个子就是让心眼给坠的。虽然玩闹时花花会跟妹妹耍心眼，但大部分时间她都是个合格的姐姐，暖心呵护着内心敏感脆弱的叶子。当初小叶子被游客喊走开，花宝鸡抱着伤心的妹妹耐心安慰，之后遇到游客拍照就会拉着叶子一起，姐妹俩双手紧紧相握，仿佛融为一体。都知道成年熊猫有很强的领地意识，但花花却允许谭爷爷和其他饲养员近身，所以新来的饲养员总喜欢拿她练手。女明星秒变实习生入门款熊猫，并且花花对游客也非常友善，会主动配合对方的镜头摆 pose。谭爷爷曾说过，花花是基地的劳模，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失望，花花每天坚持早起上班，风雨无阻。就算疫情期间基地鲜少有游客，也坚决不让姨姨们失望。如此懂事乖巧的小熊，难怪会赢得众多奥运冠军的偏爱。女明星花花再现鬼脸名场面，原来小家伙真的是等比例放大的可爱。这天花花正在秋千上悠闲玩耍，叶子看到后以强硬姿态挤走姐姐，还嚣张的一脚蹬在花宝鸡脸上。花花自觉打不过，只能被迫让位，随后骂骂咧咧地爬上木床。可他越想越气，和叶子隔空 battle， 结果被对方一口咬住了脑门。于是等叶子玩累了进入梦乡后，花花气哼哼地朝对方做鬼脸，再现小时候的搞怪名场面。可惜叶子睡得跟小猪似的没看到，整蛊失败的花花只好悻悻放手，嘴里念念叨叨，这次就饶过你了。就是说花花怕不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吧。自从花叶姐妹有了空调办公室，不用营业的两熊彻底抛弃偶像包袱，每天不是你弱我就是我压你。明明有好几张小床可以睡觉，可姐妹俩硬是相中同一张床，互不相让。最后被挤到角落里的花宝鸡越想越气，扭头想咬妹妹，没咬到还想再来一口。待宰多年的叶子不慌不忙，只是翘起脚脚就成功压制住花花。只能说要不是空调房里安装了监控，粉丝绝对想不到花花竟如此活泼。午休时间，叶子四仰八叉的睡着了，可花花一沾上床板就感觉浑身难受，从床头孤涌到床尾，再从床尾孤涌到床头，这在幼儿园是要被叫出去罚站的程度。然而花宝鸡都团成了球，仍没找到睡意，最后只好委屈巴巴来找妹妹贴贴求安慰。而迷迷糊糊的叶子也不忘安慰姐姐，或许花花就是因睡眠不足而身高1米吧。要知道花宝鸡打小就是午休战神，整个基地的200多只小熊都在睡午觉，只有花花仍精力旺盛，没有丝毫睡意，要么啃自己的手手，要么躺着吃笋笋。并且那时的他体型比其他小熊大1圈，简直就是幼儿园里行走的霸王花。淘气起来不是扒拉那个姐姐，就是压住这个小弟弟。不过当花花发现别的小熊都在长大，而自己却还在原地踏步时，他立马变乖，心想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虽然花花经常被土匪头子夺笋，而谭爷爷就给宝贝孙女开小灶补上，但他心里其实鬼精鬼精的。只见花花边吃窝头边瞥向艾灸，发现对方有想抢食的念头，立马将整块窝头全都塞进嘴里，心想就算拿也得恶心死你。看到对方转头才放心吐出来继续吃。就是说花花其实是个小熊精吧，也难怪能获得众多姨姨的喜爱。原来熊猫界也有自己的小孩哥，别看胖大海长得5大3粗，感觉一拳就能把别的小熊干趴下，但其实是个胆小温顺的乖乖熊。要知道北洞熊猫几乎全是社牛，就连展出不久的花点点也同样如此，但胖大海的胆量却和体型不成正比，游客声音稍微大点就会把他吓跑，以至于这小子比萌兰都难见到。当初胖大海过6岁生日的时候，
饲养员在摇篮上挂了许多水果冰块，起初大海玩得很开心，一直在扒拉。可当发现冰块不停往下滴水时，大海吓得一个机灵，直接拔腿跑路了。而今年年初搬进古大爷的大别墅后，面对陌生的场地，大海更是直接崩溃，瘪着小嘴委屈巴巴了一整天，最后还是在奶妈的安抚下逐渐好转，并且相较于睡得四仰八叉的小熊，大海要随时随地抱着阿贝贝胖大爷。睡觉时也要盖住肚脐眼，防止着凉，还会翘起脚脚纹把自己熏晕。只能说这哪里是5大3粗的大佬，分明是身高高了点，体型壮硕了点，还在用电话手表喊妈妈的小孩哥。有的小熊眼神中透露着800个心眼，而大海无论眼神还是行为都主打幼稚，可可爱爱的一坨胖宝宝坐在那啃手手，一整个萌到姨姨们的心巴上。当初奶妈准备了新的玩具球，没曾想胖大海刚上手扒拉2下，球就被锋利的指尖戳漏气了。看着逐渐失去气息的玩具球，大海愣了，不可思议的瞪大双眼，不停扒拉玩具球，尝试做心脏复苏。最后放弃挣扎的他又委屈又绝望，这要编多少个鸡笼才能赔啊？当胖大海正在安安静静吃早饭时，突然有小孩子大声催促他赶紧吃，肉眼可见大海烦得长叹了口气，随后直接朝对方甩过去一记白眼。果然任何物种都受不了熊孩子，不仅如此，胖大海还特别粘人。北洞熊猫们集体刻板的黄脸奶妈，唯有在大海这才能感受到温暖。而同样被滚滚的日复一日的拿捏，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上的潘粤明奶爸，大海也会主动伸出熊掌跟他拍手互动，玩着玩着自己开心到脚脚都翘了起来。而当奶妈来陪胖大海玩耍时，妈宝男大海更是开心的不行，又是打滚撒娇，又是咬手手，还把凉席举到头顶玩捉迷藏。如此乖巧可爱的小熊精，难怪会赢得所有饲养员的喜爱。当大海懒得起床拿笋笋的时候，徐老爷会主动递到小家伙手边。当大海被小白天的狗叫吓到时，奶妈会拿来水管陪小家伙玩水。玩嗨的大海把水撩到对方身上，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跑过去看看，随后带着得意的笑容离开了。果然被偏爱的小熊都有恃无恐，如此可爱单纯的小熊，网友们爱了吗？原来自从福宝回国后，乐宝一直惦记着他。当初福宝离开爱宝乐园后，乐宝就敏锐察觉到女儿的气味消失了，于是将爷爷告诉他福宝已经回家了。听懂的乐宝靠近栏杆不停哼哼叫，仿佛在叮嘱请照顾好我的女儿。原以为乐宝只关心自己的妻子爱宝，没曾想也会跟人类爸爸一样惦记自己的孩子。虽然乐宝熊生使命里并没有待宰的责任，但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福宝的存在。当初爱宝历经数个小时产下福猪猪，那一刻嘹亮的啼哭声响彻整个房间。乐宝听到后激动地爬上栏杆使劲张望，将爷爷看到他望眼欲穿的模样，笑着告诉他有了一个女儿。乐宝顿时露出和爱宝相亲时一样的傻笑，像每个初为人父的人一样紧张又兴奋。当福宝5个月大的时候，小家伙第一次跟妈妈来到201，而这也是离乐宝最近的房间。闻到气味的乐宝兴奋地上蹿下跳，并趴在栏杆上嗷嗷叫，表达自己的想念。结果非但没有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女，声音还吓得爱宝叼着福猪猪转来转去，将爷爷只好来制止过于兴奋的乐宝，示意他收敛点，不要吓到爱宝和福宝。虽然无法安排乐宝和福宝相见，但饲养员们想出了交换气味丰容的办法。只见圣熙阿姨将福宝玩过的竹球和他没有玩过的小球一同拿给乐宝，没曾想他马上就闻出了福宝的味道，开心的抱在怀里贴贴，就像在抱自己的女儿。而另一个没有气味的小球一直没有去碰，不得不感叹血缘关系的神秘和伟大。等到福猪猪长大后，他也开始对隔壁的胖大叔产生兴趣，还被爷爷逮到撅着屁股从门缝中偷看。而乐宝则显得淡定多了，咔咔炫竹子。于是宋爷爷拆下带有乐宝气味的牌匾，安装到了福宝的小木床上。而福猪猪在看到老爹乐宝留下的信后，高兴地用各种姿势和牌匾贴贴，果然还是有血缘关系的。想当初爱宝第一次发现乐宝留下气味，一向优雅的他可是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要不是相亲时看到乐宝又帅又体贴，估计也不会有福宝这个爱情结晶。老宋为了弥补乐宝不能和福宝相见的遗憾，特地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播放福宝视频。乐宝目不转睛地看着爱宝和女儿，虽然乐宝永远无法和福宝相见，但想必这份思念会支撑他整个熊生。